这个当年啊，毛泽东啊，把这个所谓的国军的80万大军80万大军也好，50万大军也好，反正那些不待见的兵送到了北朝鲜，这个当年是大事儿啊！1950年的中国和世界局势大变。这次习太阳、习死黄要把整个中国火箭军，也就是过去的导弹部队，特别是现在所谓的战略性的所有的武器，都已经跨过了中俄边境运到俄乌战场。这是天大的事儿，这一点不亚于当年中朝之间这个战争，也不亚于改变人类的二战。就1937年1937年，当时希特勒跨过了莱茵河应该是3月7号3月7号，这3月7号这就马上到了算上多少年了？这是当年希特勒跨过了莱茵河，法国没吱声，把希特勒吓得发抖，是吧？希特勒说但愿他们开1枪我们就是回来。实际上他才多少？那个时候他部队很少了，20万人。那法国呢，英军那绝对把他打死他了，打灭他了。但是法国选择了沉默，美国选择了沉默装着看不见，最后就让希特勒把世界祸害成那样，是吧？这次如果习参加了俄乌战争，火箭部队这个全面参战，甚至公开宣布中国人民帮助俄国的志俄军，志愿帮助俄的军那这个事儿大了那要比那会儿还可怕。现在对于中共来讲，对于习死黄来讲，国内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美国和欧洲、全世界都是病毒溯源的问题，以及全世界坚决不接受他所谓对香港的坚决的回归这个所谓的撕毁中英合同，和对台湾的坚决统一全世界不会接受。大家不明白台湾对全世界的经济和技术的重要意义那大了去了所以说整个美国和西方是不可能同意把台湾所谓收回来的那他把台湾如果西方让出去，西方就完蛋了，从供应链从科技全都完蛋。这外边有点有一个那个机器的响声所以说兄弟姐妹们，怎么可能允许对吧？那不允许不允许怎么干呢？那就打吧，那一定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所以说习无论是外交内交，不管是啥交，没有好的东西就反正都不行了都不行了。内政外交内部经济全完球蛋。那在这种情况下，是吧？习只有一个，这也是当年希特勒，这也是所有的战争最后的动机内部问题外部解决那么而且他们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一招管用而且呢，特别是中国人呢，多把他送到战场上以后，中国就团结了，然后大力的宣传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然后中国老百姓就会死得心甘情愿无上光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习死黄是绝对有动机而且已经做好准备了，一生的梦想就在他的一嗓子了，开干就开干了。可以说这次他就像当年希特勒跨过莱茵河，3月7号我记得我记不太清楚，好像是3月7号跨过莱茵河，一模一样现在全世界还都很安静，战友们去想想，这是多可怕！新中国联邦人永不为奴，